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陕北的延长县，看我身后啊，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。这个延长县呢，它是一个能源型的城市啊。那陆上的第一口油井就在这儿，在我身后啊。现在它是一个遗址。这儿呢，它其实啊是自古就产石油。为啥说这里啊自古就产石油呢？看我身后这个人啊，叫沈括，他是北宋的科学家。他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啊，那个字就刻在上面了，看。沿境内有石油，就说高奴县出止水，即此也。就在这儿，大家注意啊，这里头说到这个就说，这个就说是谁说呢？是东汉时期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叫班固。他在《汉书地理志》中记载啊，就是高奴县出黑水啊，可燃。这个黑水啊就是石油，而且啊，咱现在说的这个石油这个词啊，是谁最早提出的？就是沈括。这陆上的第一口油井叫啥名字呢？在这儿了，叫延一井。它建于清代，是晚清时期修建的。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油井它当时建立的这个背景啊。因为那个时候晚清时期啊，那中国的这个工业还有科学它都不发达，所以说呢，每年啊还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从国外进口石油。那个时候呢，清政府啊也从来没有想过啊在自己国家境内啊开采发掘石油。那后来是因为一个契机，啥契机呢？就是有一帮这个德国的商队，那来到了这里啊，他们发现啊，经过勘探啊，这个底下就有大量的宝藏，大量的石油。当时啊，这德国人也惊，就准备和当地政府签一纸合约，啥呢？就是我把这片土地一包，我在这儿开采石油。结果这个事情啊，就传到了京城啊，传到了北京。那后来这朝廷一商量，这不行啊，是吧？这国家土地之下的资源，咱不能让这外国人控制了。啊，后来呢，就准备在这打一口油井，但是当时呢，受限于这个技术不发达啊，最后请的这个日本的工程师就打了这口井。因为这是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，所以起名啊叫延一井。就我身后这个，现在看一下特别的简陋，你别看啊，这个设施啊跟现在没法比，特别的简陋。我跟你说，从晚清时期一直抽油，抽到啥时候？大家想一下，一直抽到1997年才干枯。好家伙，这太厉害了啊！像这种能源型的城市呢，在当地有很多人从事石油方面的工作。这个石油方面有很多种工作，其中有一项让我突然联想到这个社会上就是一种现象，啥现象呢？就是现在啊，很多年轻人啊就吐槽说啊，工作压力太大，什么一天都是996，我就想找一个钱多事少、离家近的工作。然后大家啊就在网上议论纷纷啊，有一个排名就评选出来啊，多少名，给大家聊一下这个前2名是啥。先从第2名开始说，这个第2名呢，就是在深山老林里看林场。好家伙，大家一听看林场，这看林场呢，就是离家近。首先呢，那林场它就是你家，然后事儿少，它没有啥人际关系，而且自然环境还好。你这个心态一调整，你就当我就在这儿度假呢，月还领钱，你看多美这个差事。还有就是排第1的，排第1这个它为啥排第1啊？因为它具备了和这个看林场一样的优渥的资源，但是啊。还有就是这个收入脱颖而出啊，比第2名高了好多，这个福利待遇还不错。是啥呢？就是在这儿啊，你看这个山头上或者山沟里头，看油井啊，看这个磕头机，绝对属于钱多事少离家近。为啥呢？首先说这个钱多，因为
从事这石油方面，大家都了解是吧？这个福利待遇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事儿上呢，就是你在这个荒山上，不管是在沟里还是在山头上，这有啥人是吧？没有各种人际关系，也没有什么领导，就你每天过几个小时出去巡逻一番，只要保证这个油井没有啥故障，没有啥问题就行了。然后离家近呢，因为那就是你家。那妥妥的是你家，为啥？因为一般胜任这种工作的都是夫妻2人。为啥说夫妻2人呢？咱给大家分析一下。首先你一个人胜任不了，为啥？必须得2个人。你万一有啥突发状况是吧？得有一个人照应。这2个人呢，他也不能是俩男的，为啥呢？你说这又不是监狱，又不是寺庙是吧？俩大老爷们在一块儿是吧？净打架了。俩女的也不行，因为有一些工作它是重体力的还是需要这个男士去工作。然后呢，就剩了1男1女了。这1男1女呢，你说你俩没有啥关系这不合适是吧？最后只剩了夫妻了。这夫妻2人在上头把小日子一过，那叫一个美。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咱也没干过，咱也不知道。我听说在这上面工作是上10天班休10天或者上半个月休半个月。上班这个工作咱就不聊了，咱就聊聊这个休假这个休假太美了。休10天半个月，好家伙，这跟大家休年假差不多了然后呢，你在这个山头上，在山沟里头，有钱你还花不出去。一到了休假，要么直奔延安，要么省会西安旅游逛一逛到西安是吧？大雁塔看一看，兵马俑看一看。然后临走的时候呢，去这个数码商城，一定是数码商城。为啥呢？在10几年前就是买这个 DVD、VCD 什么碟片电视机什么音箱。这个山头上，只要你把手头工作忙完都是你的时间。什么看电影听音乐是吧？陶冶情操。那现在这些年呢，就是买高配电脑是吧？高档配置的电脑干啥呢？打游戏。现在有网了是吧？要么就是 Xbox 是吧 ？PS5。这还不算完，你在这个山上沟里看景的时候，过几天呢还给你配送物资，什么米面油肉蔬菜啥的，你往冰箱里头一放是吧？每天这3顿饭这夫妻2人可以研究厨艺，还增进感情。而且我听说。在上面时间久了，老见不着人，可能这单位怕你是疯了还是咋了，还想不开过一段时间呢，逢年过节人家还要慰问演出，是吧？把你请下来邀请你看电影或者什么文艺团体给你们表演。哎呀，这待遇真是不错。我突然想到，你看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，为啥呢？这休假就10天半个月，这休假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出去探店。那回来上班的时候呢，山头上一待我只要把手头的工作忙完我还能剪视频。这一下这个思路就打开了。这5险1金这挣的是双份的钱。关键是我把我所有的消费渠道全部封死了。你看，我要么在山头上上班，要么我就出去忙着探店呢。这根本就没有花钱的地方。你别说地方了，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太忙了一天。哎呀。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不行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得赶紧问问看，人家还缺人不？这我突然又想到了，这问了也白问。现在这情况，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？沾亲带故都不清。算，咱还是吃饭。听说在盐场这个面皮做的不错，而且呢还有一家肉夹馍是在一起的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卷烟厂，拐过来看一下就在这儿有一个便民市场里头。这夹馍是肉的是吧？肉夹馍。你们是光有这个烧饼吗？这就是那种薄的。有没有那种？也有那个。给我各来一个让我尝尝。加的肉都是一样的。肉就是重塑和肥瘦。要肥瘦。哪色要的？都要。现打的馍。
本来想着就点一个，结果呢，人家还有这种饼子2个，一个馍一个饼。这转转手工面皮儿，给我来一个白的，一个黑的，2餐。完了吗？哦，快点，这个白的要厚白，这个哦，辣椒啥都要。哎呀，来尝一尝，来个汽水，来个面皮儿2餐，一黑一白，看这个量有多大，得拿这个袋子兜着。哇，你们是老店了是吧？好多年了。30几年。哎呦，30几年了。我们专门是慕名来尝尝。面筋、黄瓜丝儿，然后这个是白色的，然后这个是黑色的，黑色的擀面皮儿，这个白色的是面皮儿。都快掉出去了。果然好吃。它这个啥味儿啊？和西安的凉皮儿，包括和咱之前在这个宁夏、什么甘肃啊吃的这种酿皮儿是完全不一样。它这还很筋道，筋筋的吃起来。这个是面皮儿。面皮。哦，哎，为啥这个面皮儿比西安的那个好像要筋道一些啊？它那是正常的，那是在锅盒蒸的，我们水盒蒸的。哦，拿面蒸出来的这个。它是蒸上的，我的是水盒摊的。哦，西安是蒸出来，你这个是摊出来的。摊出来在水盒摊。哦，怪不得，特别有嚼头，有咬头。筋道。对，就很筋道。在它那不洗面，我的这都洗了面了，就筋道。洗了这个面筋了。洗了面筋看下去是吃的。面筋是从面里辣死了洗出来的。这个辣椒啊是相当的辣，特别的过瘾，酸爽。为啥筋道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烙面皮儿，不是蒸面皮儿，是烙出来的，吃起来有弹性，很爽滑。哎呀，就这玩儿忒小，不好办。加点底下的有汤汁的，哇，这个味道果真是不错。哎呀，不能吸溜着吃，辣椒太呛。赶紧再尝这个馍。先来这个肉夹馍。这个馍啊，感觉好像有点油酥的感觉，然后里头呢是青椒还有蒜剁碎了和卤肉混在一起。哇，这个头挺大，这一个是8块，凉皮呢是7块一碗。好吃，卤肉非常的香，加了青椒和蒜以后啊，这个肉就没有这么油腻，而且吃起来呢有一股这种窜的这种青椒蒜的香味儿。好吃，关键这个饼子也好，你就是不加肉，光吃这个饼子啊，它也是咸咸的，有点味道。一口馍，再来口面皮儿，里头啊这肉都是一样的，看，但是这个饼就是软软的，扯起来啊还是很筋道。这口饼还没吃啊就不简单，为啥？你看这卷烟厂饼王，好家伙，这敢叫饼王的不简单。哇，我感觉这个饼啊比这个还好吃。我更喜欢吃这个饼，口感棒。
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延长县的七里村。在延长有一个美食啊，大名鼎鼎，就是延长烤肉。这旁边就是七里村采油厂，这儿呢有一条街就叫七里村小街，里边有非常多这个烤肉店，咱找一家来尝尝。这20串算是一小份的。那给我来20串这个烤猪肉，猪肉是你们的特色招牌。对，再来个这个牛筋啊！你们这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榨菜？就是油泼油泼榨菜是吧？对。我听说是你们这儿发明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做的比较早一点。是你们家做的比较早一点。因为我们家自从我们家拿油泼了，这其余都是炒的。都是炒的。对，我们家是拿油。那个榨菜是就是普通的榨菜。普通的带点的五香榨菜。哦，然后直接拿油一浇，就夹馍吃是吧？行，给我来一个那个，这烤一个干饼就行。烤一个干饼。它辣子都咋介放？正常放少放。多放啊！对，这辣子比较辣一点。辣的比较辣。比较辣。那就是差不多多放。行，砂锅一会儿再点吧，我看你加上砂锅。行。你们干几十年了吧？20年。加劲儿。哎呦，太丰盛了啊！今天啊，就是一个吃肉的夜晚啊，这天还没黑，咱就吃上肉了。这夜市烧烤，太热了，先喝点果啤。啊，烤猪肉、烤牛筋儿，这是烤腰子，还有烤鱼柳、烤猪蹄儿。这儿啊是延长的特色，它是榨菜，然后拿油一泼，怎么吃呢？来加这个饼，再搭配一个清口凉拌菜，还有这个是醋泡蒜，切的一片一片的蒜，这也是吃延长烤肉的特色，标配的啊。听说啊，以前蒜泥狠的时期啊，蒜涨价了，在当地啊也得给你这个，这是免费的啊，你一份不够还能要2份3份，只要你能吃蒜。怎么吃呢？这么吃啊，来，先尝这个猪肉，拿上一串肉。这么一扎上一片，香，哇，果真味道不一般。它这啥味道？其实它这个味道就是西北烤肉的风格，就孜然辣椒，底味是这个。但是呢，它的孜然啊非常的香，就感觉应该是用的新疆的孜然。然后呢，这个辣椒是比较辣的，一般西北烤肉就是辣椒是只香不辣，它这个呢是又香又辣。你可以先炸蒜再吃肉，也可以啊先吃肉，再炸个蒜。这个蒜一定要在醋里头泡一泡，好吃。
这个烤肉配上这个蒜，就成了延长的特色了。这个蒜呢辣辣的，而且很解腻。再说回这个辣椒，刚才说了一半，为啥辣？听说人家用的是火焰山的这个鸡嘴辣，就当地应该这个火焰山是个村子吧，特别辣，很香，好吃好吃。这个醋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甜甜的甘甜味儿。哎呀，这一套组合，这盐城人太会吃了，这谁研究的？好吃。一般提到西北的烤肉，都吃的是牛羊肉，这个猪肉串还是非常少见。那它这个猪肉串是怎么来的呢？我是听说延长烤肉，它这个起源呢是80、90年代。为啥？因为80、90年代之前物质匮乏，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了。夏天吹个小风，喝个啤酒，吃个烤肉，这个夜市文化就流行了。当时有一家生意非常的火爆，那时候卖的就是牛羊肉。有一些顾客就来之后，结果这个牛羊肉全部烤完了，都售罄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店家也着急，也没办法，就给顾客说，那现在确实是啥肉都没了。结果一回头看到案板上还丢了一块猪肉。这个猪肉呢是他们家晚上留着自己吃的。脑子灵光一转，就跟这顾客说，现在呢是牛羊肉没了，但是有猪肉，你看你吃不吃味儿估计是不一样。然后这顾客就说，行吧，你就只要是肉，你烤了是这个味儿，孜然辣椒咱就吃。他就把这个猪肉穿起来这么一烤，结果大受欢迎。为啥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猪肉它首先没有这个膻味儿，而且呢肉质又很嫩，猪肉本身还又香，他家就卖火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其他店就纷纷的模仿，最后就在这个延长就形成了一种风格吧，可以说就这种猪肉串，左右开弓。再来个蒜。这个是猪里脊肉，它还有猪筋儿，还有猪的五花肉猪的产品很多。来尝这个，这个是牛筋儿。咱先不说味儿你就看这个烤牛筋儿，这个是肉筋儿你看这个量那这么大一串，这个大串一下让我想到在宁夏吃的差不多。非常筋道。哇，它这个很有滋味，不知道是拿料水腌过还是怎么调配的，就特别有汁水。然后咬起来这肉里头很有味道，这就是典型的西北人的风格大块的肉。这个串大呢也是延长烤肉的一个特色。你到西安最起码得减个1/3、2/3，没有这么大肉量。这吃起来才有肉感，是不是？你看这着急的，又忘了炸蒜了。来这得入乡随俗，一口肉一口蒜。再尝这个腰子，哇，你看这个腰子上面裹满了辣椒还有孜然。这个是猪腰子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个腰子蘸上这个蒜是不是更好？去腥的2串。其实不蘸蒜也没啥味儿。还有烤鱼柳，这个鱼柳给的辣椒好多。这烤的是鲤鱼，你看外面裹了非常多的这种调料。哇，这个鱼好吃，我爱吃这个鱼，就很鲜。鱼肉也很嫩，然后味道也很鲜，还有辣椒、孜然的香味儿。吃猪蹄儿，这用手抓这啃猪蹄儿才有感觉。看一下这个猪蹄儿的颜值，哇，太香了！这真是看着就好吃这个咚咚咚这个感觉，看这个肉质一拉扯，看这面，哎呦，这直接骨头都剔出来了。看看里头。再看看外头，这一口下去要了亲命了。哇，太香了！想吃赶紧火锅下。它这个猪蹄本身就炖得很烂，然后呢再这么一烤，外面这个皮是焦焦酥酥的，你看这块都有点黑了。这种黑的地方吃起来还是酥脆的。
好吃。我发现啊，这个蒜啊，还真的有特色。你不管吃啥，就上这个蒜，哎，这立马感觉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这猪蹄儿太香了，赶紧清清口。油泼榨菜，哎呀，这道菜啊，太特别了，这真是盐场的特色。我去其他地方还没见过，这榨菜还能这么吃。辣椒往上拿油一泼，这个香味立马就出来了。爱吃辣椒的朋友，看见这个颜值啊，真是馋呀，看着就香。你就看这个颜色，看着就好吃啊！哇，这么一挤，哎呦呦呦呦！好吃。它好吃在哪儿呢？一个是辣椒很香，糊香糊香的，最主要它这个榨菜不是很辣，然后榨菜里头呢有点咸味儿，然后微微还有点榨菜本身的这种酸酸的感觉。这个酸爽呢，我不知道是因为里头放了醋，还是本身这个榨菜的味道很好吃。这一口下去啊，才是盐肠的味道。还有一种吃法，再加上几串肉进去，哎呦，加上3串肉，现在是有菜又有肉了。刚才是菜夹馍，现在是肉夹馍，加上这肉就更香了。还得是说加上肉好吃。哇，过瘾！虽然有肉有菜有馍，老感觉差点啥。想到了啊！哎，老板，来个砂锅粉带。砂锅啊，麻辣砂锅粉带。带，咱还没开粉，土豆粉或者行，粉条了啊，行好。砂锅粉条。特辣。特辣！我还没说要啥呢，老板来个特辣的。砂锅是吧？哦，这是。好嘞，谢谢。在陕西吃烤肉啊，这个砂锅它就是标配。啊，这个砂锅看着还不错。哇，这料挺多的，粉条。好烫！来上肉，上肉。尝尝这个汤头咋样？来上下肉。外5外人，3个女的和2个男的，来2个肉。啊，3女的2个男的啊。哎呀，我感觉他家都不用卖烤肉，光卖砂锅，开个砂锅店也行。砂锅好不好，全凭一口汤。